酒会上，总裁老婆突然起身将我扑倒，随后不顾一切的与我激烈拥吻着。这一幕让在场所有宾客都懵逼了。原来老婆和我一起重生了。前世，我半夜在老婆柳如烟的手机上看到一条短信：如果你有了我们的孩子，你会和你老公离婚吗？她回了一个字：会。我把聊天记录拿给她看，沉默许久，她才沉声道：我们离婚吧。我不甘我怨恨，凭什么青梅竹马28年的感情只困住了我？于是我纠缠了她3年，也折磨了自己3年。无论她和小白脸的婚外情闹得多轰轰烈烈，我在媒体面前都只有一句：除非我死了，否则她的丈夫只能是我。却没想到一语成谶，5周年纪念日这天，柳如烟陪新欢逛街，豪掷100万上了热搜。我独自看钱塘江涨潮，却不小心被卷进江水，悄无声息见了阎王。阎王爷看我可怜，特许我7天时间好好安葬自己。于是我给自己安排了最圣洁的葬礼——天葬。联系好西藏那边的工作人员后，我背着自己的尸体回了家，然后就跟刚从温柔乡里出来脖子上痕迹还新鲜的柳如烟撞了个正着。她冷淡的睨着我：你背的什么？堂堂豪门女婿，狼狈的跟捡垃圾似的。我心里轻颤，但跟她互相恨了几年，嘴倒是比脑子更快。昨天柳大小姐挽着新欢逛街的时候，我还以为你忘了自己已经结过婚了。柳如烟瞥了我一眼，这次你居然没找我闹，倒是稀奇。我安安静静的看着她，也笑了，但心间却阵阵发疼。谁说我不想闹？只是现在成了活死人，还是先安葬好自己最重要。于是我说，5周年纪念旅行跟我去西藏，就我们俩，自驾，带着我的尸体一起，到时候我要柳如烟亲手送我天葬。听见我的要求，她皱了皱眉，问我要多久。我扯唇轻笑，应该不超过1个星期，你答应我，我以后再也不找你闹了。柳如烟拿出手机随意点了2下，我看见她屏幕上弹出一个弹窗：11月17号，带西泽去听音乐剧。我眼睛像是被什么刺了一下。现在是4号，离17号还有10来天，足够我们去一趟。柳如烟顿了顿，随意收起手机点头：行，明天一早就出发。自驾的话，就开车库里那台兰德酷路泽。张叔，你让人把车开去加满油。他吩咐完又看向我：你今晚把行李收拾好，省得我明天还要等你。然后就又出门了。看着他明目张胆的背影，我竟什么也说不出来。不知怎么，我突然想起从前，那时我家还没破产，他也还爱我，他会老老实实等我拖拖拉拉的出来，然后帮我把行李箱抬上车。就算有些许埋怨，他也只会说：大少爷，我等了你2个小时，罚你亲我一下不过分吧？回忆层层叠叠，我家在中间，进退两难。我就这么坐了一夜。天蒙蒙亮的时候，我随意收拾了几件冲锋衣和外套，毕竟我是个死人，感觉不到寒冷，也不用装模作样的带上那么多东西。趁着佣人还没醒，我把尸体和行李一起放进了车子的后备箱。柳如烟向来不在意细节，十有8九不会发现我那份多出来的行李，就算发现了，她也不会酗酒。做完这一切之后，我就坐在客厅，一遍遍看着这个我住了5年的地方。我以为我会不舍，可事到临头，我发现我心里涌出来的感情是释然。直到早上8点，柳如烟准时出现在了家里，她手边提着个行李箱，超大尺寸，还是藏青色的，不太适合她。见我看着箱子，柳如烟笑了笑，解释了一句：我的东西都在西泽那里，就让他直接给我收拾了。我沉默了几秒，随后唇边也溢出笑意。这箱子很实用，她眼光不错。在柳如烟骤冷的目光中，我起身上车，坐进了副驾驶。走吧，出发。我选择的是直达路线，走318国道，全程5000多公里。柳如烟看见我下载下来的导航地图时有点惊讶，川藏线、青藏线都不错，你怎么选国道路线？我看着车窗外随口道：我们只有1个星期时间，这个路线能最快到达。柳如烟沉默了，估摸着过了10多分钟，她才出声：其实你要是想去西藏多玩会，我也不是不能腾出时间。我回头看她，只见她盯着前方的道路，侧脸精致漂亮，带着惯常的散漫。我没把她的话当真，只说不用，就这样吧。就算她说的是真的，我也等不到了。我只剩不到1个星期的时间，1个星期后我就尘归尘，土归土，什么都留不下了。这一路默默无语，中间太累了，就换了我开车。柳如烟坐在副驾驶小气，但没多久她的手机就响了，却不是熟悉的 iPhone 铃声。我心脏一抽，心知这大概是她给林希泽设置的专属铃声。没等我多想，柳如烟就迷迷糊糊顺手接了电话：喂，宝贝。下一秒她倏然睁了眼：你说仔仔怎么了？仔仔。柳如烟和林希泽有了孩子，我眼皮狠狠一跳，脚下用力，车子轰的一下往前一窜，柳如烟没坐稳，手机掉落在座位下。她看向我，语气冷了冷：现在不是你闹脾气的时候。我抿了抿唇，有些无措，却见她弯腰捡起手机，温柔地安抚着对面：你别急，我现在马上让医生去你的，仔仔不会有事的。我听着忍不住用余光看着柳如烟，看着她轻车熟路地拨通了一个电话：杨医生，我家仔仔现在不舒服，现在北河别墅，你赶紧过去，出诊费我出，有任何问题随时给我回电话。我深吸一口气，默默将车速降到了正常速度。我看着柳如烟指尖烦躁地敲击屏幕，听得我也烦了起来。我冷淡道：我们还没走多远，现在回去还来得及，孩子重要，没必要因为我一个死人耽误一个小孩的病情。等柳如烟走了，我大可以不眠不休地开到西藏，一个人看日照金山，再坦然拥抱死亡。这么想着，我心里也松快点。但柳如烟随意摆了摆手：我分得清事情轻重，还不至于为了一个宠物来爽你的约。我握着方向盘的手一紧，愣愣开口：宠物。柳如烟应了一声：是啊，不然你以为是什么？我跟林希泽有孩子。我顿时尴尬不已，但心里堵着的那口气却悄然散了。柳如烟看了我半晌，突然出声：沈星辰，我不会弄出一个孩子来的。虽说现在私生子也有财产继承权，但总归不那么好听，而且这样做对谁都没好处。我不知道他说这个干什么，却有点没敢看他，只能盯着那条被车灯照亮的漆黑公路。可这突如其来的事件还是在我心里荡起了一圈涟漪。其实我曾经跟柳如烟也养过一只毛茸茸的金毛，我们给那只狗取名叫夏夏，寓意它跟夏天一般热烈灿烂。可后来因为沈家破产，也因为我跟柳如烟渐行渐远，某天他趁着我们不注意溜走了，再也没回来。我想到这儿，鼻尖又有点酸了。但这时柳如烟淡淡出声：我已经找好了酒店，大概还有300多公里我们就下高速。我点了点头。接下来的时间，车里只
听见柳如烟指尖点在手机屏幕上的声音，偶尔也能听见林希泽的语音。他说医生说仔仔就是饿的，今天禁食禁水，明早再弄东西给他吃。他说都怪你，要是你多带他去剧组看看我，他不会这么不认识我的。他说柳如烟，我好想你啊，字字句句都透着亲密无间的熟人，也像极了曾经跟柳如烟肆无忌惮撒娇的我。我忍不住偏头看了眼柳如烟，她眼角眉梢的温柔笑意刺得我眼睛生疼。我没再看，只是默默将车提了速。夜越来越浓，高速公路上前后都漆黑一片，天地间好像只剩我们这一辆车。我的情绪在这片安静里归于平静，直到车子下了高速驶入山南市的那一刻，我的心才再一次提了起来。按照跟阎王的约定，后天就是我该离开的时候。我已经跟干部师傅说好，后天一早柳如烟会将我的尸体送过去。至于怎么让柳如烟答应，我并不担心。她虽然不爱我了，但也不会拒绝我一个小小的请求。山南市青浦天葬台，我人生的终点近在眼前。很快我就跟柳如烟办好了入住。进房间前，我忍不住喊住她，明早6点半要去看日照金山。她倒没拒绝，说好就直接关上了房门。一夜休整后，凌晨6点半，我收到柳如烟的短信，去车上等。我拿起手机下楼，上车，一气呵成。车子驶出一段距离后，柳如烟突然开口，看完日照金山，我们的旅途也要结束了，你就没什么想跟我说的？我攥了攥手，想到出发前的决定，还是缓缓出声。从我家里破产的那一刻开始到现在，你有后悔过吗？柳如烟手背青筋凸起许久，她冷淡的声音响起，有过。我后悔没在跟你结婚的时候对沈家进行资产风险评估，因为你们家突然破产了，我以为完美的婚姻也出现裂痕，这是我的失策。她一字一句凉薄至极，我的心仿佛漏跳一拍。没等我说什么，车子猛然刹停，柳如烟看都没看我。到了日照金山的地方，你自己去看吧。我茫然的下车，朝着观赏点走去。就在我站定的那一刻，一道金色的光突破云层，直直照耀在冰冷又洁白的雪山之巅。我怔怔看着这神圣瑰丽的场景，会让每一个看到它的人震撼到失语。在这样磅礴的天地间，我执着的放不开的，忽然就散了个干净。我朝着那片金灿灿的光芒，双手合十，心里默念：如果上天有灵，请让我走得顺顺利利啊！日照金山只持续了不到15分钟。我回到车里时，柳如烟也收起了手机，回了酒店房间。我思索再三，还是将干部师傅的地址发给了柳如烟。她回得很快，这事呢，你明天早上帮我一起把我放在后备箱里的行李送到这里去，可以吗？柳如烟回道：好。既没有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也不问我那是什么东西。她对自己不在乎的东西就是这么淡漠。我放下手机，扯了扯唇，没再回任何一个字。就这样，月落日升，柳如烟的声音才在门外响起，可以出发了。我应了声好，就起身出去。20分钟后，柳如烟将车子稳稳停在干部师傅的门前。我坐在副驾驶上，只感觉人昏昏沉沉的，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了。隐约的，我听见柳如烟的声音：你怎么了？高原反应。我抬手朝她摆了摆，声音很低：不用管我，把东西给你。我耳边没了声音，我有些担心，艰难地睁了眼，就看见柳如烟扛着我的尸体袋敲开了干部师傅的门。我听见他们的对话：是沈星辰先生的家人吗？是的。好，东西给我，我去拿单子来给你签字。听到这里，我提着的心终于落下。就在这时，我忽然一愣，冥冥之中，我耳边回荡着一个声音：时间到了。随着这道声音响起，我的身体以一种难以想象的速度开始消失。最后时刻，我看向窗外，朝站在那里的女人轻轻点了点头，永别了。不过3秒，我的身影如同蒸汽消散在车里。而那边门口，柳如烟因为担心我的高原反应，正要回头看，就被干部师傅喊住：女士，麻烦在这里签个字，这是沈星辰先生的天葬流程单。柳如烟正要去接的手僵住，她以为自己听错了。您说什么？天葬？干部师傅看着她，严肃道：您是沈星辰先生在这世上唯一的家属，你连他的尸体都送来了，这个流程单你不签字谁签？女士，沈星辰先生已经死亡7天，再不抓紧时间就没办法进行仪式了。柳如烟猛地收回了手，语气冷硬：你简直在胡说八道，什么天葬，什么尸体？他明明在车上好好坐着。说完，他也不管干部师傅的反应，大步走向停在不远处的车。沈星辰，你给我解释解释。他用力拉开车门，却见整辆车里空无一人。我消散之后，灵魂似乎并未离去，而是漂浮在柳如烟的身边。我看见他的手指还停留在车门把手上，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。车里空荡荡的副驾驶座发出无声的嘲讽，真皮座椅上连一点褶皱的痕迹都没有。柳如烟低吼出声：沈星辰！沙哑的声音在空旷的藏地院落里撞出回响，传回他耳中，震得他头晕目眩。他指尖颤抖着，大声喊话：刚还在车上的沈星辰，你别躲了，出来！柳如烟绕着车子疯了似的转圈，目光扫过车身的每一寸，试图寻找我的痕迹。他甚至弯腰去看车底那片狭小的阴影，可除了干燥的泥土和几根枯草，什么都没有。可时间一点点流逝，柳如烟站在车旁，神色从最初的暴怒变成了茫然。他抬手抓了抓头发，怎么会不见了？他明明刚才还在跟我说话。女士，干部师傅的声音传来，手里还捏着那张天葬流程单。他猛地回过神，冲到干部师傅面前，双手攥住他的肩膀：是不是你和他联合起来做戏？柳如烟的心剧烈跳动着，他刚才还坐在我旁边，怎么会凭空消失？干部师傅见多了这种不能接受家人死亡的家属，看着柳如烟眼里带着一丝同情和怜悯：您尽快签字，尸体需要处理，我好安排后续仪式。柳如烟抬头，眼底带着一丝猩红：你说清楚，到底是谁的尸体？干部师傅指了指院门口的裹尸袋，语气平静：自然是沈星辰先生，死者已经死亡7天，不是您提前联系我说要带他来进行天葬的吗？柳如烟一拳砸向院墙，鲜红的血从骨缝中渗出，他却浑然不觉的疼痛。胡说八道，这几天他都和我待在一起，好好的活着，我根本没联系过你。说着，他好似想起了什么，对，刚刚日照金山的时候，我还给他拍了照。柳如烟从兜里拿出手机，手指颤抖着几次险些滑落在地，点开相册，你看。柳如烟的声音戛然而止，一瞬间
烟整个人僵在原地，血液仿佛都停止了流动。相册里的照片一张张划过，全是金灿灿的雪山和空荡荡的观景台，丝毫不见我的身影。他明明记得，我就站在观景台的中央，阳光落在我的发梢，像镀了一层金边。他特意选了最好的角度，按下了快门。不可能，我明明给他拍了照片的。他喃喃自语，指尖飞快地翻阅着，怎么会没有？看着看着，柳如烟收起手机，低声喃喃：“是我没拍好，那地方太远了，手机没拍进去。”对，一定是这样。可他垂下的手紧攥成拳，显然心绪并不平静。他脑海中不受控制地闪过我站在远处，日出时金灿灿的光照在我身上，我嘴角还带着淡淡的笑意，眼神里没有了往日的怨怼，只有一种近乎超脱的平静。那时他恍惚着以为回到了他和我的初见，不自觉按下了拍摄键。想到这，柳如烟急声开口：“我们是自驾来的，这一路上都带着这个行李，这里面要是尸体，怎么会一点味道都没有？”干部师傅弯腰凑近闻了闻，也有些疑惑，奇怪，确实没有腐尸味。他直起身，想要打开袋子，打开看看就知道了。别碰！柳如烟一把攥住干部师傅的手腕，他死死盯着那个袋子，心脏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，连呼吸都带着疼。这里面不可能是尸体，尸体不会那么轻的，我扛过他，他比这重多了。说着，他愈发肯定，对，这肯定是假的。星辰他只是在开玩笑，躲起来而已。干部师傅挣开他的手，语气多了几分郑重：“女士，您可能是一时接受不了，记忆发生了错乱，我也为死者感到可惜，但天葬讲究时辰，不能耽误，逝者为大。既然人已经送到这里，总要让他走得安心。”柳如烟的身体晃了晃，眼里带着愤怒：“你要看就看，这里面不可能是沈星辰。”说着，他伸手扯开裹尸袋，布料摩擦发出声音，在寂静的院子里格外刺耳。袋子被拉开，露出里面蜷缩的身影。柳如烟目光一凝，脸色瞬间苍白，声音颤抖着喊出：“沈星辰！”我穿着我最喜欢的那件米白色衬衫，头发湿漉漉的贴在脸颊，我脸色青白，嘴唇黑得发紫，手指蜷缩着，指甲缝里还嵌着些许泥沙，我的眉头还微微蹙着，透出藏不住的痛苦。柳如烟的瞳孔骤然收缩，浑身的血液仿佛在这一刻凝固。她张了张嘴，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，几次都没能发出声音，破碎的呜咽从胸腔里挤出来，声音嘶哑。不可能，这是假的。他指尖颤抖着想去碰我的脸，又猛地收回来，这肯定是他找人做的模型，一定是。他一锤定音，说的斩钉截铁，他就是生我气了，才会想着这样骗我，等他消气就好了。一旁的干部师傅双手合十，对着我的尸体低声念起了祈福的经文，他语气里满是不忍：“女士，死者死于溺水，身上的痕迹做不了假，你看他的手腕还有勒痕，应该是被潮水卷走时，被江里的水草或者石头划伤的。”柳如烟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果然在我的手腕上看到了几道深浅不一的划痕，还有一些青紫色的淤伤，那些痕迹真实的可怕，绝不是什么模型能做出来的。可他还是不愿意相信，疯狂地摇头：“不是的，他不会死的，他刚刚还跟我说话，他怎么可能死？我收到过他的照片，确认这就是沈星辰先生，我没发过。”柳如烟低吼着打断他，情绪激动的几乎要失控：“肯定是沈星辰联系的你，他就是想吓我，想让我服软，我跟他道歉，让他别玩了，好不好？”干部师傅看着他濒临崩溃的样子，递过一张名片，叹息道：“女士，您想好了联系我，尸体超过14天就会彻底腐烂，到时候天葬仪式就很难举行了。”柳如烟机械地接过名片，塞进兜里。知道了。他转身就拿起裹尸袋，动作粗鲁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。他要去找我，要当着我的面拆穿这场幼稚的把戏。干部师傅站在原地，看着疾驰而去的车尾，叹息一声：“又是一个可怜人啊。”柳如烟开着车一路狂奔，脑子里全是我的样子，我笑起来的样子，闹脾气的样子，委屈落泪的样子，交织在一起，让他头痛欲裂。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，只知道要找一个能证明我还活着的地方。他想到了前天住过的那家酒店，他们一起办理的入住，一起在餐厅吃了饭，那里一定有人记得我。于是他调转车头，朝着那家酒店的方向驶去，一路超速，不顾交通规则，只想快点到达。深夜，车子终于停在了酒店门口。柳如烟扛着裹尸袋走进大堂，前台吓得差点打翻手里的水杯。“女士，您要办理入住吗？”他将裹尸袋放在身边，不让人靠近。“前天和我一起来的那个男人，你还记得吗？穿着衬衫，长得很帅，眼睛很大的那个。”前台被他的样子吓住了，连忙低下头查了登记记录，摇了摇头：“女士，只有您一个人的入住信息，没有其他人，不可能。”柳如烟双手撑在前台上，身体前倾：“你仔细查，我们一起办理的入住。”他就站在我旁边，前台颤巍巍地把平板转过来，屏幕上的记录清清楚楚，只有柳如烟一个人的名字，入住时间、退房时间一目了然。“女士，真的只有您一个人？监控，我要查监控。”前台后退一步看着他：“女士，这不符合规定。”柳如烟几乎是吼出来的：“我丢了很重要的东西，你们把监控调出来。”前台无奈，只能向上级申请。3个小时后，监控画面被调出来，他的眼睛死死盯着屏幕，眼都不敢眨。画面里，他一个人走进酒店大堂，一个人办理入住，一个人拖着行李箱走进电梯，全程柳如烟身边空无一人。他指着屏幕上自己抬手的动作，嘶吼：“你看，我这是在拉着他，他明明就在我旁边。你们的监控坏了，肯定是坏了。”前台怯生生站在一旁，小声说：“女士，我们的监控是正常运行的。”这句话像最后一根稻草，压垮了柳如烟紧绷的神经。他踉跄一步，不住地摇头。他不信，他绝不相信。和我相处的点滴还清晰地刻在他的脑海里，那么真实的记忆，怎么可能是假的？他跌跌撞撞地冲进电梯，按下了自己曾经住过的楼层。回到房间，他反手锁上门。房间里寒意刺骨，他瘫坐在地上，背靠着冰冷的墙壁，双手插进头发里，用力撕扯着，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，一遍遍回放着这一路的细节。对，还有车上的记录。他颤抖着点开行车记录仪的回放，可里面只有他一个人的自言自语：“烦人，粘人，沈星辰，你这都快坐1天了，怎么这位置还是冰冷的？你准备什么时候跟我离婚？”他自己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来，在空旷的房间里反复回荡。柳如烟清晰地记得，我当时的回答是：“从西藏回来，多么可笑。”房间里静得可怕，只有他粗重的呼吸声和手机里传来的自己的声音。柳如烟闭上眼睛，掩饰眼底的红血丝。第二天一早，柳如烟带着那个裹尸袋，漫无目的地在西藏的街头游走。他不知道自己要去
去哪里才能找到我？他路过一座寺庙，香火缭绕，信徒们虔诚地跪拜着。一个穿着僧袍的和尚拦住了他，目光落在他身边的裹尸袋上，双手合十：“施主，贫僧看你身上有深重的执念，可否停下脚步，听贫僧一言？”柳如烟脚步一顿，眼神空洞地看着他：“你知道什么？”他的声音沙哑：“为什么他们都不记得我的丈夫？为什么只有我能看到他？”和尚微微一笑，眼神温和：“施主莫急，执念生于心，困于情。你说你的丈夫不见了，可否让贫僧看一眼你的丈夫？”柳如烟下意识地将裹尸袋往身后藏了藏，摇了摇头：“不见了，他藏起来了，不肯见我。”和尚的目光依旧停留在裹尸袋上，语气平静：“您丈夫不是在那里面吗？”柳如烟脸色大变，猛地后退一步，眼神里充满了警惕和愤怒：“你胡说什么？那里面只是一个模型罢了，是他用来骗我的，不是他。”和尚没有反驳，只是轻轻叹了口气：“施主，有些真相终究是要面对的，那里面确实是您的丈夫。施主此前所见，不过是上天怜惜产生的幻影。”柳如烟张了张嘴，想要反驳，却发现自己无话可说。他低头看了看身边的裹尸袋，一股淡淡的异味已经开始弥漫，那是尸体腐烂的味道，虽然很淡，却真实的存在着。他知道和尚说的是对的，他只是一直在自欺欺人。他抱着最后一丝希望，找了当地最好的法医，帮我鉴定这到底是不是尸体。法医看着那个散发着异味的裹尸袋，皱着眉，嫌恶的捂着鼻子。但柳如烟给了足够多的钱，他还是不情愿的开始了鉴定。等待的时间里，柳如烟在走廊里来回踱步，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。他祈祷着法医能告诉他，这只是一个模型，不是真谛我。可当法医拿着鉴定报告走出来，面无表情地说：“死者男性，年龄约28岁，死因是溺水，死亡时间大约是8天前。8天前。”柳如烟喃喃重复着这几个字，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，疼得他几乎窒息。8天前是11月4日，他和我的5周年结婚纪念日。那天，柳如烟和林希泽在一起，被媒体拍了下来，上了热搜。那天，我给他打了无数个电话，他却一个都没接，还不耐烦地把手机调成了静音。那天，他买了蛋糕等他回来，还被写成他和其他人的名字。原来他是在我们的纪念日那天离开了这个世界。柳如烟靠在墙上，缓缓滑落在地，泪水汹涌而出。他终于不得不承认，我真的死了，死在了他的冷漠和忽视里，死在了我们的5周年纪念日。他哽咽着，声音破碎：“星辰，对不起，是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”柳如烟抱着我的尸体回到了酒店房间，她没有再像之前那样抗拒，只是小心翼翼地将我放在床上。她用干净的毛巾轻轻擦拭着我脸上的泥沙，动作温柔的像是在对待一件稀世珍宝。她翻出我的手机，屏幕已经暗了下去。她找了个充电器插上，等待着开机。手机亮起的那一刻，她的心脏猛地一跳，解锁密码是我们的纪念日1104。她以为我早就换了，没想到我一直没改。手机里，她和我的聊天记录一直保存着，从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到后来渐行渐远。最早的聊天记录是我们还在大学时，一天能发几百条消息，一点小事都会分享。如烟，今天食堂的糖醋排骨超好吃，我帮你留了一份。如烟，刚才下雨了，我没带伞，你能不能来接我？如烟，我刚才看到一只超可爱的小狗，跟你一样可爱。那时的他总是秒回，语气里满是宠溺。可后来聊天记录越来越短，他的回复越来越慢，甚至常常不回。如烟，妈今天问我们什么时候要孩子，未回复。如烟，沈家的公司出问题了，你能不能帮我？未回复。如烟，夏夏走丢了，他回复。沈星辰，你烦不烦？柳如烟看着这些聊天记录，心脏像是被钝刀反复切割，疼得他喘不过气。他喃喃自语：我都做了什么？他点开微信收藏，里面全是我收藏的他曾经说过的情话，一条一条整齐地排列着。星辰，等我毕业就嫁给你，让你做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。星辰，我这辈子只会爱你一个人，岁岁年年永不变心。星辰，别怕，有我在，天塌下来我都替你扛着。看着这些曾经的誓言，柳如烟的眼泪再次滑落。收藏夹的最后是我自己写的几句话：我好喜欢你，我只是生气你为什么没有哄我。那个丢掉的礼物，我在湖里摸了一整夜捡回来了，只是你再也没有问我。沈家破产的时候，我每天都在等你，等你回来告诉我你会陪着我，可你没有。柳如烟，我好像等不到你了。最后一句话的时间，正是我第一次提离婚的时间。柳如烟握着手机，手指颤抖着，几乎要握不住。她继续翻看着，意外地发现了我和干部师傅的聊天记录。开篇第一句话就是我要预约4天后的天葬仪式。干部师傅问他的身份，他回我是死者的仇人。下一秒又补充开玩笑的，我是他妻子，但我不爱他。柳如烟看着这句话，心如刀绞。我明明那么爱他，却被他伤得那么深。就在这时，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是林希泽发来的消息：如烟，你什么时候回来陪我看音乐剧？票我都买好了。柳如烟看着这条消息，眼神里一片死寂。他回了3个字：我不回去了。没过多久，林希泽的电话直接打了过来，语气里带着一丝担忧：如烟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星辰他又闹脾气了，你明明还爱他，就不要一直骗他了。林希泽的声音带着一丝无奈：只要你和他好好解释当年的事情，他会理解的。柳如烟闭上眼，声音沙哑的像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：他不会原谅我的。怎么会呢？林希泽说：你只要跟他说明白，当年你不是故意躲着他，是被你父亲关起来了，你也是身不由己，他那么爱你，肯定会原谅你的。柳如烟沉默了许久，才缓缓开口：他听不到了。电话那头的林希泽愣住，过了好一会儿，才小心翼翼地问：如烟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沈星辰死了。柳如烟的声音平静的可怕，死在了我们的5周年纪念日。电话那头陷入了长久的沉默，只有林希泽的呼吸声传来。过了许久，他才低声说：对不起，我没想到会这样。柳如烟没有再说话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他将手机放在床头，轻轻握住我冰冷的手，喃喃道：星辰，你放心，我会完成
成你的心愿，带你去天葬台，让你在离天堂最近的地方安息。柳如烟在酒店房间里待了整整1天，直到傍晚，她才起身，决定出去走走。她走到酒店大堂，意外地看到了那群熟悉的厦门大学学生，他们正围在一起整理照片，脸上带着青春的笑容。柳如烟的脚步顿了顿，快步走了过去，声音急切：“同学，你们还记得我吗？”那群学生转过头，看到她，脸上露出了礼貌的笑容：“女士，您好，我们记得您。”柳如烟的眼睛亮了起来：“那天你们不是给我和我的丈夫拍了照片吗？能不能给我看看？”她迫切地想要看到一张有我的照片，想要证明我真的存在过。可那群学生却愣了神，面面相觑。其中一个女生疑惑地说：“女士，我们只拍了您一个人的照片啊，没有其他人。”“不可能！”柳如烟的声音瞬间提高：“你们不是要拍下100对情侣的照片做素材，主动找上了我们吗？当时我丈夫就站在我身边，你们怎么会只拍了我一个人？”那个女生连忙解释：“女士，您记错了吧？我们确实有拍100对情侣的任务，但那天我们遇到您的时候，您是一个人，我们并没有看到您的丈夫。”说着，她拿出相机，翻出导出来的胶片，递给柳如烟：“您看，确实只有您一个人。”柳如烟接过相机，手指颤抖着滑动屏幕，照片里，她的嘴角带着一丝若有似无的笑意，只是她的右手悬空着，像是在牵着什么人。可照片里除了她，再也没有其他人的身影。你看，这里应该有个人的。柳如烟指着她悬空的手，他明明就在这里，你们怎么会看不到？学生们被她的样子吓住了，纷纷后退了一步，脸上露出了为难的神色。那个女生小声说：“女士，照片里真的只有您一个人，我们没有骗您。”柳如烟踉跄着后退一步，双手捂着脸，肩膀剧烈的颤抖着。她记得清清楚楚，那天我就站在她身边，还笑着对学生们说：“没事，我们是和平离婚，你们快拍吧。”可为什么所有人都不记得她？为什么照片里也没有她？她神色满是痛苦和茫然。她突然想起了张叔，或许张叔会记得我。于是她拿出手机，拨通了张叔的电话。电话接通的那一刻，她迫不及待地问：“张叔，我问你，那天我从外面回来，沈星辰是不是也回来了？”电话那头的张叔愣了一下，疑惑地说：“大小姐，那天只有您一个人回来啊，没有看到先生。”柳如烟愣住了，她挂了电话，又立刻拨通了赵锡安的电话。电话接通后，赵锡安的声音带着一丝颤巍巍的讨好：“刘总，您找我有什么事？”柳如烟声音急促：“赵锡安，我问你，我上次是因为什么扣了你的奖金？”赵锡安连忙回答：“刘总，是因为我给您和林希泽先生订的蛋糕订错了，您要的是蓝莓蛋糕，结果商家做成了芒果蛋糕。”芒果蛋糕？柳如烟愣住了，她记得我最讨厌芒果，可那天她喂我吃蛋糕的时候，我明明什么都没说，只是默默咽了下去。挂断电话，柳如烟的心里一片茫然，她不明白为什么所有的事情都和她记忆里的不一样，为什么所有人都在告诉她我没有回来？难道这一切真的是她的幻觉？她失魂落魄地走进酒店餐厅，点了那天和我一起吃的菜。菜上来后，她看到其中一道菜里有花生，瞬间怔愣住了。她记得我对花生也过敏，那天我却把那道菜里的花生都吃完了。她喊过服务员，指着菜里的花生，声音沙哑地问：“你们这道菜一直都有花生吗？”服务员点了点头，肯定地回答：“是的，女士，这道菜的配料里一直都有花生，是我们这里的特色。”柳如烟呆住了，手里的筷子啪嗒一声掉在地上。原来那天我已经死了，失去了味觉，所以才对过敏没有反应。就在这时，她的手机响了，是张叔打来的。她接起电话，满脸疲惫：“张叔，还有什么事？”张叔的声音带着一丝欣喜：“您还记得之前交代的事吗？我找到您的结婚录像了。”柳如烟深吸一口气，声音带着一丝颤抖：“好，发我手机上。”她握着手机，手指紧紧攥着，指节泛白。屏幕上，张叔正将结婚录像一点点发送过来，进度条缓慢地移动着，每一秒都像在煎熬。他回到房间，将手机连接到电视上，然后坐在沙发上，静静地等待着。电视屏幕亮起，一段熟悉的音乐响起，瞬间将他拉回了5年前的那个婚礼现场。有请新郎新娘登场。婚礼的布景豪华而浪漫，红玫瑰和白百合交织在一起，铺满了整个礼堂。镜头转动，对准红毯的镜头，我穿着剪裁得体的西装，身姿挺拔，手里还捧着花。我的脸上带着温柔的笑容，眼神明亮而清澈，嘴角上扬，看起来很幸福。柳如烟看着屏幕上的我，眼神恍惚，她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这样的我了。记忆里的我总是带着怨怼和冷漠，对她没有好脸色，说话也总是带着刺。她甚至快要忘记了曾经的我是这样温柔，这样美好。镜头转到她的身上，那时的她穿着洁白的婚纱，挽着亲人的手臂，缓缓朝我走近，脸上带着抑制不住的笑容。她看着我，眼神里满是宠溺和爱意，仿佛我是她的全世界。当她走到我面前时，她伸出手，紧紧握住了我的手，声音哽咽着说：“星辰，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。”我抬起头看着她，眼里闪着泪光，点了点头。如烟，我也是。接下来是交换戒指的环节，她将戒指戴在我的手指上，然后踮起脚尖，在我的脸上印下一个轻柔的吻。沈星辰，无论贫穷富贵、健康疾病，我都会永远爱你，照顾你，不离不弃。我也给她戴上戒指，声音温柔而坚定。柳如烟，无论贫穷富贵、健康疾病，我都会永远爱你，陪伴你，不离不弃。看着这一幕，柳如烟的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。那时的誓言多么美好，可他们终究还是没能做到。她拿出自己的手机，翻出相册里存着的那些旧照片。她的拍照技术是我教的，她总说：“柳如烟，你怎么把我拍得那么丑？”可她从不觉得，每一张照片里的我都是她充满爱意去拍的，记录着我们曾经的幸福时光。可后来一切都变了，沈家破产，她被父亲关了起来，3个月无法联系我。等她终于能出来的时候，我已经变得冷漠而疏离。她不知道该怎么解释，只能用逃避和冷漠来武装自己，甚至故意和林希泽走得近，想要刺激我，想要让我在乎她。可她没想到这样做把我越推越远。电视上的婚礼还在继续，我和她一起切蛋糕，一起敬茶，一起接受宾客们的祝福。我的笑容一直没有停过，那样的幸福，那样的耀眼。祝我和如烟走到永远。柳如烟关掉电视，房间里瞬间陷入了黑暗。她靠在沙发上，闭上眼睛，脑海里全是我的样子。婚礼上温柔的我，大学时骄傲的我，
吵架时倔强的我。沈星辰，他喃喃自语，声音里带着无尽的悔恨和痛苦。你怎么就不等我了呢？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解释，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对不起，还没来得及告诉你，我从来没有不爱你。泪水无声的滑落，浸湿了他的衣领。他知道一切都晚了。那个他发誓要守护一辈子的男孩，死在了他的冷漠里。柳如烟在黑暗中坐了一夜，直到天蒙蒙亮，他才缓缓睁开眼睛，眼里的迷茫和痛苦渐渐褪去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平静的绝望。他终于接受了这个事实，我真的死了，再也不会回来了。他起身，整理好自己的衣服，然后小心翼翼地将我的尸体装进裹尸袋里。他提着裹尸袋走出酒店房间，朝着青浦天葬台的方向驶去。他要完成我的心愿，带我去天葬台，让我在离天堂最近的地方安息。再次见到干部师傅时，柳如烟的脸上只有一种麻木的平静。他将裹尸袋放在地上，对着干部师傅微微鞠躬：“师傅，麻烦您了，举行天葬仪式吧。”干部师傅看着他，点了点头：“好，我这就安排。”天葬台建在半山腰，周围插满了经幡，在风的吹动下，哗啦啦的响。柳如烟站在天葬台边，看着我的尸体被抬上台，心中刺痛。他转头看向干部师傅，声音低沉地问：“师傅，真的有天堂吗？”干部师傅双手合十，眼神虔诚：“有的，心善者魂归净土，皆可入天堂。”柳如烟点了点头，目光重新落在天葬台上。很快，一群秃鹫盘旋着飞来，落在天葬台上，开始啄食尸体。柳如烟没有回避，只是静静地看着，眼神里有悔恨，有不舍。星辰，他的声音被风吹散。天堂没有痛苦，没有背叛，没有我这个罪人。他想起了我们曾经一起看的那个纪录片，里面说天葬是让灵魂在离天堂最近的地方归于神圣。他想，我的灵魂一定能飞到天堂，那里有他想要的幸福和安宁。天葬仪式结束后，柳如烟没有立刻回去，他在西藏逗留了几天。他去了内木错，那里的湖水湛蓝而清澈。我曾经说这是朝圣的地方。他去了鲁朗林海，那里的山花遍野。我曾经说想在这里拍一组照片。他去了布达拉宫，那里的佛塔庄严而神圣。我曾经说想在这为他们的未来祈福。每到一个地方，他都会拍下照片，存在手机里，像是在替我完成那些未完成的心愿。几天后，柳如烟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，车子驶进熟悉的城市，熟悉的街道，熟悉地家，可他的心里却空落落的。张叔听到动静，连忙迎了出来，脸上带着笑容：“大小姐，您回来了。”“大小姐，先生这几天没和您在一起。”柳如烟的身体顿了顿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声音平静：“他死了。”张叔愣住了，脸上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，颤抖着问：“大小姐，您说什么？”柳如烟没有回答，只是径直走进了房子。客厅里还摆放着我们的结婚照，照片里的我穿着西装，笑得一脸幸福。他站在照片前一动不动，脑海里浮现出当时拍照的画面。那天的海风很大，吹散了我的头发。我突然挣脱他的手，跑到浪花翻涌的岸边，迎着咸湿的海风朝他大喊：“柳如烟，我终于和你结婚了。”那时的柳如烟站在原地，看着被浪花包围的我，觉得整个世界都亮了。可现在，照片里的笑容依旧，喊他名字的人却再也不会回应他了。柳如烟推开2楼的雕花木门，感应灯应声亮起，房子里静得可怕。张叔跟在身后，欲言又止地看着他径直走向2楼，那是我的卧室。柳如烟没有回头，只是轻轻推开了卧室的门。自从和我分房睡后，他一次也没进来过。他细细打量着里面的陈设，和他知道的我的喜好一模一样，米白色的床单，床头柜上摆着陶瓷水杯。他走到衣柜前，拉开门，里面和我在沈家奢华的衣柜完全不一样，只有零星几件礼服。他指尖抚过，瞬间涌上一股酸涩，是我一直忽略了你。书桌上摊着一本翻开的牛皮笔记本，上面是我的字迹，苍劲有力，却带着几分潦草。他拿起笔记本，一页页翻看，里面记录着我的心事。我明明要的是蓝莓蛋糕，却变成芒果蛋糕了，好生气。他没把我的话当回事。家里的公司越来越糟了，我每天都在给如烟打电话，可他一直不接。他们说柳家不会帮我们的，可我不信，如烟那么爱我，一定会来帮我的。夏夏走丢了，如烟却一点都不在意，她以前从来不会这么说的。钱塘江的潮很大，电视里说今天是全年最大的一次潮，我想去看看。最后一页的日期正是我们的5周年纪念日。柳如烟想，那天他在做什么？他和林希泽在一起，甚至挂了我的电话。书桌上有个紫檀木盒，打开一看，里面是一枚戒指，这是他送给我的第一份礼物。那时他说，星辰，等我毕业就嫁给你，给你买全世界最好看的戒指。后来他给我买了很多，我却一直把这枚戒指戴在手上。手机在口袋里震动，是好友周婉发来的消息，林先生都跟我们说了，姐妹们知道你最不好受，晚上出来聚聚吧，陪你喝点。柳如烟犹豫了一下，回复好。傍晚，他来到约定的包厢，里面已经坐了好几个人，还有林希泽。看到他进来，原本喧闹的包厢瞬间安静下来。周婉起身给他让座，递过一杯酒，节哀。柳如烟接过酒杯，没有喝，只是放在桌上，可惜了。周婉叹了口气，以前你和他可是我们的模范情侣，没想到你这几年花边新闻那么多，我还以为你不喜欢他了。我没有不喜欢他。柳如烟猛地打断他，我从来都没有不喜欢他，我爱他。大家都愣住了，没想到他会有这么大的反应。林希泽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轻声说，如烟，大家没有恶意，只是不知道真相。柳如烟苦笑一声，眼眶泛红，真相就是我是个蠢货，我用最笨的方式伤害了我最爱的人。想起当年被关在老宅的3个月，他无数次想过逃跑，想去找我，可每次都被保镖拦下来。可他不愿意，他宁愿被关着，也不愿意放弃我。可等他终于逃出来的时候，一切都变了。沈家破产，我的父亲气急攻心去世，我变得沉默而疏离。他拿起酒杯，一饮而尽，辛辣的液体灼烧着喉咙，却压不住心底的疼痛。当年我被关在老宅3个月，断了和外界的所有联系。父亲说，只要我和沈星辰离婚，就会出手帮沈家渡过难关。可我不愿意，才导致了沈家破产。他爸去世，他恨我是应该的，是我的懦弱造成了现在的后果。我故意和希泽走得近，就是想刺激他，想让他在乎我。他的声音越来越沙哑，我本来准备和他坦白的，可一切都晚了。包厢一片寂静，柳如烟一杯接一杯的喝着，周围人沉默的看着，谁也没
没有劝。柳如烟扶着墙壁站起身时，脚步虚浮。周婉伸手想扶她，却被她轻轻避开。我没事。众人看着她孤单的背影消失在包厢门口，面面相觑，最终都化作一声沉重的叹息。那个在酒局上意气风发，永远是焦点的柳大小姐，如今只剩下满身的疲惫与悔恨。车子平稳地行驶在凌晨的街道上，柳如烟靠在副驾驶座上，望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路灯，那些暖黄色的光晕在她眼底晕开，模糊了视线，也让她想起大学时的夜晚。那时她送我回宿舍，我抱着她的腰，轻声说：“如烟，以后我要看遍世界每个角落。”那时她笑着答应，说要带我去看最远的风景。可如今风景还在，身边的人却没了。回到家时，张叔从厨房走出来，手里端着一碗冒着热气的醒酒汤。大小姐，您回来了，这是醒酒汤，喝了能舒服点。柳如烟接过汤碗，坐在餐桌前，一勺一勺地喝着汤。她突然开口：“星辰以前也总给我熬这个。”张叔的眼眶瞬间红了。他在柳家待了50年，看着柳如烟一步步沉稳，也看着他和我从青涩的校园情侣走到步入婚姻殿堂。先生心细，知道您胃不好，每次您应酬回来都会提前熬好醒酒汤等着。有次您喝到凌晨3点，他就在客厅守到3点，汤凉了热，热了又凉，前后热了3次。张叔的声音带着哽咽：“你们怎么会变成后来的样子？”柳如烟握着汤碗的手猛地一紧，滚烫的汤水溅在手背上，心密密麻麻的疼。手机突然响了，是周婉打来的。柳如烟深吸一口气，按下接听键。如烟，周婉的声音带着小心翼翼的试探：“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，想给星辰办一个追思会，他也是我们的朋友，大家都想送他最后一程。”柳如烟的心脏猛地一缩，追思会这个词像一把钝刀，再次剖开他刚刚结痂的伤口。他沉默了足足半分钟，才听见自己干涩的声音：“好，谢谢你们。”他从未想过要给我办追思会，不是不想，而是不敢。他怕面对那些熟悉的面孔，更怕承认那个他深爱的人已经永远离开的事实。追思会选在城郊的向日葵花田旁吧，他最喜欢向日葵了。我第一次带他去看向日葵时说：“如烟，你看他们多好，永远向着太阳，从来不会低头。”那时我说，我以后也要像向日葵一样，永远朝着你这个太阳。可他最终却成了乌云，遮住了我的光。挂了周婉的电话，柳如烟一夜未眠。清晨的阳光涌了进来，刺得柳如烟睁开眼睛。张叔拿来一叠照片：“小姐，这些都是我整理东西的时候找到的，一张张照片都是他给我拍的，有我在大学校园的香樟树下笑得一脸灿烂的照片，有我在图书馆看书被催眠趴着睡着的侧脸，有我靠在他肩膀上的闭眼微笑的模样。每一张照片的背面都写着日期和一句小小的备注，有点糊，但我很喜欢。如烟的拍照技术越来越好了，以后要让他给我拍一辈子照片。”柳如烟看着这些照片，心脏像是被钝刀反复切割，疼得他喘不过气。我食言了。追思会定在3天后，那天阳光明媚，现场摆满了向日葵。周婉和几个朋友早早的来了，还有很多我的朋友，他们手里捧着鲜花，脸上带着悲伤。“星辰，下辈子你一定会幸福一生。”柳如烟穿着一身黑色的西装，站在门口迎接每一个前来悼念的人。林希泽也来了，他手里拿着一束白色的雏菊。“如烟，对不起，我不该配合你气他的。”柳如烟沉默一瞬：“跟你无关，是我太蠢了。”追思会结束时已近黄昏，宾客们陆续散去。周婉拍了拍柳如烟的肩膀：“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们。”柳如烟点头致谢，目光落在向日葵上，久久没有移开。回到空无一人的客厅，柳如烟目光空洞，拿出那个他没看完的笔记本。“今天去医院检查了，医生说我的胃在好转了。我想告诉你，可你电话一直打不通。我在你公司楼下等了3个小时，看到你和林先生一起出来，他笑着牵着你的手，你没有推开。”看到这里，柳如烟的心脏像被巨手攥住，疼得她蜷缩起身体。她记起来了，那天林希泽只是凑巧，他推开过他的手，只是被我看错了。张叔的声音带着哽咽：“先生当年体检的时候是一个人去的医院，我也是后来从医院的护工那里听说的。他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了车祸，差点没救回来。护工说他醒过来第一句话就是问小姐你来了吗？听到说没有，他就哭了。”柳如烟手颤着，接着往下看：“今天去做体检，胃还是有点痛，去医院检查，医生说要卧床休息。如烟，你快回来好不好？”柳如烟抱着笔记本，身体沿着墙壁滑落在地。她想起自己对我的态度，他从来没有陪过我一次。我想跟他谈谈，他却摔门而去，说别用这些事烦我。他甚至记得我出车祸那天，他带林希泽去了高级餐厅，还被狗仔拍了下来，上了热搜。对不起，星辰。他一遍遍地道歉，心脏像是被生生撕裂，疼得他无法呼吸。就在这时，他的手机响了，是柳父的助理打来的：“刘总，老董事长在国外突发脑溢血，现在在医院抢救，情况很危急，您快来看看吧。”柳如烟看着手机屏幕，眼神空洞。他想起父亲当年的所作所为，想起我，心里只有无尽的冰冷。助理再次打来电话，催他尽快去机场。柳如烟站起身，他要向父亲问清楚，当年沈家的破产他究竟有没有参与。一想到那个可能，柳如烟的心就沉入谷底。父亲，哪怕真是您做的，我也会为星辰讨个公道。他将我的笔记本锁在书房的保险柜里，保险柜的密码是我们的纪念日1104。他看着保险柜上的数字，轻声说：“星辰，等我处理完这些事，就去陪你。”只是他心里清楚，有些遗憾，一旦造成，就永远无法弥补。华盛顿医院 VIP 病房门口，柳父的助理脸色凝重：“刘总，医生说老董事长情况很不乐观。”柳如烟没接话。房间里浓重的消毒水味混着淡淡的雪茄余味，病床上的柳父躺在床上，头发掉光了，氧气管插在鼻腔里，监护仪规律的滴响。柳如烟拉过椅子坐在床边，静静看着。“你来了。”柳父突然睁开眼，声音沙哑。他没有看柳如烟，视线落在天花板的吊灯上。“你查了沈家的事。”柳如烟拿出他让助理调查的资料，轻轻拍在床头柜上。“你为什么要针对沈家？”刘府的身体猛地一僵，监护仪的声音瞬间尖锐起来。护士匆匆进来检查，待仪器恢复平稳后，才警告道：“病人需要静养，不能情绪激动。”柳如烟等护士离开，
才继续说，为什么？星辰有那里不好？你那么容不下他。刘府突然拔高声音，我没错，他根本就配不上你，他一个被家里宠坏的人，你带在身边只会毁了你的前程。柳如烟笑了，笑声里满是悲凉，所以你就打压沈家，把我关在老宅，拦截星辰所有的消息，不让我去见他。柳如烟把一份文件拍在床头柜，上面显示柳氏在沈氏破产后收购了沈氏，你收购的股份我会成立以星辰命名的慈善基金，你不能这么做。柳父挣扎着想要坐起来，却被柳如烟按住肩膀，他的眼神冰冷。我现在做的不过是还你欠沈家的。他顿了顿，声音放轻，你当年说我嫁给了沈星辰会后悔，可我最后悔的是有你这个父亲。刘府的嘴唇颤抖着，我只是不想你走我的老路。他的声音哽咽，我以为把你和他分开，你就能专心搞事业，柳氏就能一直稳固。柳如烟站起身，看着他，你从来没有问过我想要什么，和星辰在一起，我什么都可以不要，这些都被你毁了。这时，病房的门被推开，护士匆匆走过来说，刘小姐，病人的血压突然下降，情况很危急，需要家属签字。柳如烟走到病床前，刘府的眼睛已经半睁半闭，他看着父亲虚弱的脸庞，头一歪，监护仪发出了刺耳的长鸣，医生和护士立刻进行抢救，最终还是摇了摇头。柳如烟看着父亲被盖上白布，冷静处理父亲的后事，踏上了回国的飞机。飞机降落在国内机场时，天刚蒙蒙亮，柳如烟来到我的墓地，那是他用我的遗物做的衣冠冢，墓碑上我的照片笑得灿烂，旁边刻着柳如烟之夫。他放下手中的花束，坐在墓碑前，轻声说，星辰，我来看你了。他开始给我讲我们曾经的故事，从第一次见面到第一次牵手，到第一次拥抱，到第一次吵架，到第一次和好。他讲得很仔细，像是在回忆一部漫长的电影。我们第一次见面，我第一眼看到你就觉得心跳加速，记得我们第一次牵手，我紧张的手心都出汗了。他讲着讲着，泪水忍不住流了下来。星辰，我不该冷落你，不该逃避，不该用冷漠来伤害你，可时间再也回不去了。他坐在墓碑前，直到天黑才缓缓起身离开。走的时候，他把戒指留在了墓碑上。星辰，下辈子如果你还愿意，我一定好好爱你。柳如烟回到家，把自己关在书房里，他拿出我的笔记本继续翻看，里面的内容越来越少，字迹也越来越潦草，最后几页甚至还有未干的泪痕。他看到一页写着，今天是如烟的生日，我给他买了一个蛋糕，是他最喜欢的。我在客厅里等了他一整夜，蛋糕都凉了，他还是没有回来。我给他发了很多消息，他一条都没有回。另一页写着，如烟今天给我打电话了，他说他很忙，让我不要打扰他，我知道他不爱我了，我好难过。柳如烟看着这些文字，心脏像是被撕裂一样疼。再等等我。星辰，柳氏集团总部的顶楼总裁办公室。柳如烟推开窗，城市的车水马龙尽收眼底。助理敲门进来，地上厚厚一叠文件。刘总，这是您离开这段时间积压的紧急事务，还有沈氏遗留资产的清算报告。柳如烟接过文件，目光落在沈氏资产清算页上，喉咙滚动了一下，随即沉声吩咐，通知各部门负责人，半小时后开紧急会议。会议室内，高管们神色各异。自柳如烟旷工多日，集团内部早已人心惶惶。他推门而入时，所有人都下意识坐直了身体。柳如烟走到主位坐下，将文件扔在桌上，点了点沈氏资产的文件，成立独立的子公司，沿用沈氏的名号。高管们面面相觑，有人忍不住开口，刘总，这样做对我们。柳如烟打断他，眼神冷冽，这是命令。另外，成立以星辰命名的慈善基金会，首期注资10个亿，重点扶持贫困地区教育。他的语气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，高管们不敢再反驳，纷纷低头记录。会议持续了3个小时，柳如烟条理清晰地部署完所有工作，从市场拓展到内部改革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柳如烟彻底扎进了工作里。他每天第一个到公司，最后一个离开，办公室的灯常常亮到后半夜。有合作方私下议论，柳如烟现在怎么拼得那么凶？这话传到柳如烟耳朵里，她只是淡淡一笑，只有她自己知道，她拼命工作是想填补心里的空洞。当忙碌占据了所有时间，她就不会在深夜惊醒时被铺天盖地的悔恨淹没。这天晚上，她加班到凌晨，走出办公楼时，发现张叔守在门口，老人手里提着一个保温桶，看到她出来，连忙迎上去，大小姐，我给您炖了汤，您喝点暖暖胃。柳如烟接过保温桶，指尖触到温热的桶身，心里泛起一丝暖意。她低头喝汤时，张叔轻声说，您胃不好，先生从前就嘱咐我们要看着你。柳如烟的动作顿了顿，她喝完汤，把保温桶递给张叔，声音低沉，张叔，以后不用特意过来，我在公司吃就行。她抬头看向夜空，月亮很亮，像她以前喜欢的样子。她轻声说，星辰，我会把柳氏做好，也会把沈氏撑起来，你放心。星辰，基金会第一个项目落地的那天，柳如烟亲自去了现场。柳如烟的车停在书屋前，扩建工地的钢筋骨架在雾中若隐若现。负责人快步迎上来，递过一份材料清单，刘总，已安装完毕，您签字确认一下。他拿着清单，一笔一画核对绘本数量。书屋墙角堆着向日葵幼苗，被细心照料着。柳如烟视线落在空地上，喉咙滚动，哑着嗓子说，有什么要补充的尽管说，材料我让人送。柳如烟站在书屋落地窗前，看着孩子们围着航海模型叽叽喳喳，眼底泛起久违暖意。柳阿姨，扎羊角辫的小女孩举着画跑来，脸上沾着颜料，你看我画的大海。画纸上，蓝色海浪里飘着小海豚，穿白衬衫的男人牵着孩子的手，背景是金色太阳。柳如烟蹲下身，指尖拂过画中男人，你要是还在，也是这个样子吧？他把画叠好，这个可以送给我吗？小女孩点点头，当然可以。夕阳西下，孩子们离开后，柳如烟拿出结婚照，照片上我笑得眉眼弯弯，她摩挲着照片上的我，轻声说，星辰，我们的约定我快完成了。这时手机突然震动，是张叔发来的消息，小姐，找到夏夏了，她被好心人收养，现在买回来了，您要不要见见？夏夏，那只我们一起养的金毛之前意外走失了，车上我那时说，如果说我是什么时候对
对你死心的。就是那天那一刻，柳如烟的心脏猛地一跳，指尖颤抖着回复：我马上回来。夏夏回来了，她却不在了。柳如烟握紧手机，夏夏的归来，或许是上天给的一点慰藉，让她能抓住一丝我曾经存在过的痕迹。柳如烟收到张叔发来的夏夏近照，照片里的金毛犬毛色依旧蓬松，正趴在院子里晒太阳。她指尖摩挲着屏幕，喉咙发紧。夏夏走失的时候，我哭了向她求助，而她却对我吼了句：沈星辰，你烦不烦？柳如烟收起手机，驱车赶回家。车子刚停下，一只金毛犬就颠颠地跑了过来，围着她的车转了2圈，喉咙里发出低低的呜咽声。是夏夏。柳如烟推开车门，夏夏立刻扑到她身上，爪子搭在她的肩膀上，不停地用脑袋蹭她的脸。她的眼神里满是亲昵，仿佛这么多年的分离从未存在过。夏夏，柳如烟蹲下身，抱住她毛茸茸的身体，声音沙哑。她恍惚间想起很多年前，我抱着夏夏坐在院子里晒太阳，我笑着对她说：如烟，以后我们有了孩子，就让夏夏陪着她长大好不好？那时她还笑着答应。可如今我没了，我们也没有孩子，只剩下夏夏。她把夏夏安置在原来的房间，又拿出我当年给她买的玩具球。夏夏叼着球跑到花田边，放下球，对着她不停地叫，声音里带着委屈。柳如烟知道她是在找我。柳如烟牵着夏夏沿着花园慢慢散步，夏夏时不时停下来叫2声。柳如烟停下脚步，轻声说：星辰，夏夏回来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柳如烟把公司事务逐一交接，将星辰基金会交给林希泽打理。林希泽翻着文件，抬头问他：你要做什么？柳如烟眼神温柔而坚定：我要去实现我们的约定。柳如烟离开了，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她要去哪里，只是带着我的照片独自踏上了旅程。林希泽帮她打理着星辰基金会，时常给她发来基金会的消息，告诉她帮助了多少人。她的第一站是巴黎。清晨，埃菲尔铁塔在晨雾中若隐若现，她找了个靠窗的咖啡馆坐下，点了一杯我最爱的卡布奇诺。她拿出相机，对着埃菲尔铁塔按下快门，镜头里的铁塔在朝阳下泛着金色的光芒。星辰，我们到巴黎了，这里的铁塔真的很美，就像你说的一样。她沿着塞纳河散步，看到一对年轻情侣在桥上拥吻，她停下脚步，我们本应该像他们这样的。她想，如果没有那些横梗在我们之间的误会，我们会一直这样幸福下去的。她第2站去了埃及，看着金字塔拍下了一张照片，轻声说：星辰，我们到埃及了，金字塔真的很壮观。你说，古代的人是怎么建造出这么伟大的建筑？她仿佛听到我的声音，在她耳边说：不知道呢，可能是因为他们有信仰吧。她第3站去了南极，看到了可爱的企鹅，拍下了一张照片，哽咽着说：星辰，我们到南极了，企鹅真的很可爱，你看，它们成双成对的，多幸福啊！她在雪地里蹲下，用手指画了一个大大的爱心，爱心中间是她和我名字缩写。接下来的几年里，她又去了很多地方，去日本看了樱花，去冰岛看了极光，去肯尼亚看了迁徙的角马。她就这样一个人带着对我的思念，走遍了我们曾经约定要一起去的地方。每到一个地方，她都会给我拍一张照片，然后在心里告诉我她来了，带着我一起。林希泽时常给她发来消息，告诉她基金会的进展。她说基金会的规模越来越大，帮助的人也越来越多。她还说夏夏被接到了书屋，每天都陪着孩子们玩耍。柳如烟看到消息，笑着笑着就湿了眼眶。多年后，柳如烟老了，头发都白了，脸上布满了皱纹。她回到了那座城市，回到了我的墓地。墓碑前干干净净，显然是有人经常来打扫。她拿着一束向日葵站在墓碑前，轻声说：星辰，我来看你了。我把我们约定要一起去的地方都走了一遍，很美，就像你说的那样。我还资助了很多人，建立了一个基金会，我想你一定会很高兴的。夕阳西下，金色的阳光洒在墓碑上，也洒在我们的身上。柳如烟靠在墓碑上，闭上眼睛，嘴角带着一丝微笑。风吹过，带来栀子花的清香，像是我在轻轻亲吻她的额头。星辰，我很快就会来陪你了。她轻声说：下辈子我们一定会好好在一起，再也不要分开了。这一世她欠我太多，下一世她一定会好好爱我，再也不会让我失望了。